伊印加啤酒黄色的这个哦，先啊，伊是用这哦，它是用这个玉米下去酿造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尝试喝一点点看看哦。OK， 来喝这个时候都会啊哈。现在来到了这个地方是秘鲁乌鲁班巴的城区里面啊，这个古色古香的城区来对，也是在看的加古老印加古文明的物件。来继续行，我们继续往前走啊，这个当地的地陪带咱去来看乌鲁班巴这个印加古文明啊，印加古文明你给看哈，印加古文明，伊这个城区啊、城市啊，所留落来这个建筑哦，哇，全部留下来的都是这个样子的房屋结构啊、住宿的模式啊，拢是这种形态哦，这种古老的哦。秘鲁在这个充满想象空间的神秘大地里面呢，过了千年的古印加文明呢的当这个所在呢发展出来啊。我讲过，南美有两大古文明啊，一个叫做玛雅文化，一个就是即马咱所看的印加文化哈。伊留落来真侪图腾啊，真侪这个鬼斧神工般的建筑遗迹啦蕴藏了到即马科学家、考古学家拢解袂开的谜啊，就是他们家你甲看因这上主要就是讲这个城区呢，伊是安怎会使甲这个建筑呢，这个石头啊，裁切成这个样子用这个建筑的模式呢，起成家己咧大的所在，但以前无工具的状况之下呢，安怎甲这个石头啊切成安尼这就是印加文化与建筑所感觉足厉害的所在咱即马当然入来这内底呢，开始咱对马丘比丘落来了后呢，开始就要看这个乌鲁班巴加咱后边行到这个古印加帝国的首都巡礼太阳神殿塞夏瓦曼城堡，这些咱等下要去的，包括去库斯克，包括去看伊的像是这个民俗文化村一般去了解古印加人他们的生活模式充满神秘色彩的印加迷城地势险要，四周群山环抱咱去马丘比丘更不是这个海拔上高的所在，咱即马对马丘比丘的乌鲁班巴开始要行的路，开始沿路上海拔最高的地方包括呢还位于400多米深的乌鲁班巴河谷之上呢，因此马丘比丘又有天空之城，可能是秘鲁甚至南美最出名的一个名胜古迹啊。这一趟来这边呢，还是觉得很厉害大家完完全全的都能够接受这个秘鲁所产生的这种高原反应气候呢，大家都能够接受所以我说有时候呢别太过紧张了来到这个地方呢放轻松帮我轻松去行咱这个古城区来甲踅踅的这人加活过来当真的因为空气新鲜嘛无烦无热探秘寻觅。那你看看这个古城里面的河道、水道，这种在千年文化一直留落来更狭型的更这个下水道下水道呢贯穿了整个古城呢，这也就是古印加人的最厉害的地方。车子停在路边呢，就开始我根本才被冲阿回结果停下来，我才看到了这一幕而这一幕呢，也就是我之前在电视新闻所看到的
令人毛骨悚然，在秘鲁乌鲁班巴河悬崖上面有几个挂着的玻璃屋，这一个叫做 Nature View Sky Lodge， 什么意思呢？这是饭店，游客呢爱坐流笼，还是家己攀岩的方式呢，直接爬到400几米的垂直的房间，这饭店啦去 check in 啊，这世界上上盖奇妙一个所在哦，哇！不要看这个没有人来住哦，这住上一晚呢，哇，价值不菲。大约呢长度7.3米，高跟宽度2.4米呢，有6个塔门，4个通风口，360度全部透明的哈，所以你困你但内底大呢，外面看得到你哦，有无？坐在流笼哦，坐到遐吼去 check in 呢，惊马闪尿哈。但是呢，真的是世界上最奇特的啊！CNN 各大媒体都来报道过。来 casino 哈。这个秘鲁乌鲁班巴的一个民俗村这个民俗村呢，可以看看古印加人因的生活方式这真趣味哈，就把这个钱币呢丢到这个青蛙口里面呢，你就可以赚大钱了哈。但这个所在呢，民俗村内底呢，来体验所有古印加文明以前印加人的生活方式哇，有无哈？这看入来哈，对这个四卡的嘴哈，安尼徛伫迄条线，查甫分得开哈。看入去了呢，也落入于这个拖拍开来都有这个分手哈，我把它简称马仔哈，很好玩哦。其实每个人都在这边玩哦，童心未泯。如果安尼看入来哈，看谁可以丢得到。趣味吧，出来佚佗，就是安尼哈，一点小玩意儿都能够挑起大家的这个童心甲大家真欢喜的这个感觉这个我是讲的，我常常讲旅游的重点就是伫遮来加入加在天竺鼠，现在特别这天竺鼠呢，天竺鼠是秘鲁文化当中一道美味的佳肴哦，天竺鼠这一道菜还拢被红食的哦，全部拢被红食，咱的名利啦，对啦。Winners are born. Gaba. Yeah. 多大的心干嘛不见？你加薏米你加薏米的要解就好。这是薏米啊。要加薏米的要解就好。而且是咱的果汁哦。有。那果汁。先来，接着来啊！两万杯的。对啊，这有。This is the juice. 以内我们皱。啤酒。So to make this Inca beer, they make Use the crown. OK。印加啤酒，选了这里先用这它是用这个玉米下去酿造的，先让我泼你开吧。发酵了，这是一类吧？就用这个。这是一类把你泡泡。这个我记啊 ，sweet potato， 这帮你挤嘛。 sweet potato， 马铃薯，好特别啊！对 This was the official Inca beer for ceremonies. 我在哪里都看不到的印加啤酒。Actually, this is the same size. OK。This is the original size of the Inca beer. The Inca as a wooden glass. OK。他说标准的印加啤酒都那么大杯，但是不是用玻璃杯装，他们还有自己的。This beer has and well, Spanish people also love it in that time. In that time they love it. And well, so because they love it, so they mix it with a strawberry. OK，yeah。
for festivals. 就张开看嘛。 Same beer. 来，小港的这个秘鲁应用无港的制作方式哈。 It's the same beer mixed Okay. with the strawberry and sugar. OK，你这有染一寡糖啊，还有放一些梅子类的东西哈，一般这般tomato， 一用西班牙人非常喜欢，当时他们公证这边最爱的这两种他们当地人做的啤酒。 Ah. This is very good because it Yeah. contains C vitamins. C vitamins. OK， 很多。 Good morning. Good 大 morning. 家早。你好，好喜欢吃。OK，生囡仔嘛会使啉一头，所以后壁大块杯啊是当地人咧啉的，哦，细块杯啊是囡仔咧啉的，啊上塑胶杯哦是观光客在喝的。拿一个吹头。 OK， 每一个人都可以尝试喝一点点看看哦。 Don't. Wait for me. OK， 来我用的喝啊哈。 Okay, before we drink it, so we have to make a toast with the Mother Earth. OK， And we say, Mother Earth,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his new day, 谢谢因老母啊， for this new opportunity. 三杯敬天啊，敬酒。 To the spirits. OK We are going to blow out to the spirits which are living in the mountains. OK，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water 谢谢上天，谢谢对面的山 and your protection. 啊，你保护 Yeah, 着 the 我。 apus. OK， 恭喜你让我喝醉。 Cheers. 来哦，干杯哦，这位来哦。嗨，喝这个时候都会 His name. 开心，对，你啊，就叫啊。要看你得But my favorite, and that sweet one, that very delicious, is that one. OK，那现在给你们喝另外一种的啊。 We make it only for festivals. 高沙酒，进来看看印加啊、不能叫老太太了，哦，哇，你看呢，跟印第安人很像哈、绑了2根麻花啊、年轻许多哈、来这边体验他们的啤酒啊，羊驼、骆马，傻分不清楚吗？这是非常正常的啊、我们现在民俗村看完之后呢，我们现在再来乌鲁班巴，看看呢。这个秘鲁的特产物羊驼我们也可以看得到骆马这个可以确定的是呢，这2个东西呢同时都是存在着啊。目前广为流传的叫做羊驼就是台湾也有把它叫做草泥马它叫做羊驼啦它生长在南美秘鲁一带，在高原上行动自如，它被人们饲养一定有过来承担的历史那羊驼呢？甲另外一种俗称骆马的生物血清呢，非常的近也在混种2个名在中文翻译时呢，也常常被这个拿来用你看刚刚那个没有毛的那个就是骆马起码呢，这好像拖把一样这种羊驼梳理羊驼毛里面呢。卖最贵的梳理这种那拖把的这种羊驼是上贵这叫骆马骆马的几家屋所以呢，这个生物血型很像呢，不仅可以混种，2个名字在中文翻译的时候呢，调被混用所以呢，羊驼跟骆马呢，在最早以前都被归为这个骆驼科不过法国学者呢，在19世纪呢，把它们呢，跟另外一种亲戚叫做圆驼草泥马就是长这个样子，草泥马很可爱也叫做羊驼呢了解吧？羊驼跟骆马分别之一其实呢听起来有点复杂，但是呢圆驼、羊驼、骆马3种
羊驼跟骆马的区别在体型跟经济作用上羊驼呢比较小只产毛比较丰富所以这个纤维特别长呢，能够做毛料的织品。骆马较大只有一寡人叫做大羊驼毛较少但是呢，它用来搬运跟骑乘之用，而且骆马耳较尖，有看到无？这就是骆马骆马耳较尖基因上呢也有一点点不太一样所以呢，羊驼跟骆马真好分啦有毛跟无毛啦有毛跟无毛而且这个骆马的耳朵比较尖，有没有？这个就是骆马所以我们来到它的那个出生地才可以把这个骆马跟羊驼呢把它分开来那我们比较常看到的几乎都是羊驼骆马跟羊驼两种的数量呢都还算是稳定的。它现在呢被分配到世界各地去除了是家庭宠物之外呢，它也是很好的那个毛料制品心情不好时会配嘴这就是羊驼无同的所在今晚呢，大家可以再看了古印加人他们如何用原料去制造各式各样的用这些石头啦，还有植物上面的东西啦，来去把它制作成各式各样的颜料按调配下来呢这蓝黑黑蓝黑拢是天然的，拢是自然的就会使去染色，把这个呢羊驼取下来的毛发呢，去把它染色。染完色之后呢，它就可以像后面这样子变成了各式各样的这种针织品然后再来呢，把它编串成毛衣、围巾等等这就是上原始的方式用安内做法来做工。我看到这个印加小姐这是小姐还是阿桑他们家有这种上传统的模式呢他们家的编织印加所有的手工的物件，就是对这个所在来对它制作出来。如果你对种植很有兴趣的人来到这边，更不能错过这边的农产品。你要看德比熊家拢是马铃薯马铃薯。但这个秘鲁的土地内底所种起来的马铃薯呢，会使种出真侪款的马铃薯大大细细、大粒细粒、白色的这白色的马铃薯哇天哪各式各样不同的马铃薯呢都种植得出来。哇，这个秘鲁这一块土地呢，除了它很神秘之外呢，还能够做出这一些。你看，尤其是它生产超过60种以上的玉米，这些玉米呢大大小小。中南美洲的玉米呢，在世界上真有名，因为一件环美呢，一粒这大粒每一粒呢也在到1.5公分左右各式各样、各式各样的玉米呢，也都种植得出来，真的是很厉害的而来到秘鲁。我们通常在吃的东西呢，也一定会吃到玉米所以来到库斯克，我们来这边吃上我们的午餐呢，我们将体验一下在秘鲁的小时光我们已经来到了库斯克，这个海拔已经高于3400公尺的秘鲁库斯克也大都市也城市内底呢，咱准备要来上品尝一下当地最有特色的印加文化风味餐，以及吃上中南美洲特产的大玉米，每一粒玉米呢有1.5公分，你看下骹就是库斯克的峡谷咱今晚就到这个山腰上面呢，吃饭前先拍一下这个美丽的库斯克。现在来到了海拔3400公尺，在这一趟每一个都跟勇士，都跟战将一样第一天正到上尾一天大家非常快乐、平安、身体健康、头好壮壮。
哇，伊俩一家是啥？有好听不哈？有好听不哈？这个他们传统原始的音乐啊，秘鲁一不小心呢，就落入凡间的隐士美景啊。秘鲁这个自然风光非常的多哈。马丘比丘又被分为2个大区，城市区跟农业区哈。我们从马丘比丘一路下来啊，从神殿啊，从这个住宅乌鲁班巴一路跟随着这个乌鲁班巴拉河呢，流到了这一个行走到了现在我们来到了库斯科的古城区啊。那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它的古城区塞夏瓦曼城堡。塞瓦曼啊，也被称为这个塞华曼啊，不一样的翻译名称而已啊。在库斯科周遭范围海拔3700米，咱今嘛第3700米啊。1983年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列为世界遗产名录。这里的巨石建筑以独特的构造显现出这个军事防御的功能啊。经过这个考古的发现呢，将大地石头啊，事先呢设计成模型，用这种无缝接轨啊，采石场会根据模型的切割石头再运到现场。在1000年以前，你看这石头被它切割呢过来角多角多边形然后呢无缝接轨的拼接在一起，地震不会倒，石头刀尖都插不进去。在以前没有任何科学仪器之下，会使把石头切割那种的连做伙，按那石块之间的相互契合，这一种精准度，石灰石块的这个圆角石角连做伙显多样性，跟这个墙体向内倾斜，搞法都给踩起来嘛，设计呢，这在呢都很难令人相信。草泥马照起来给他紧草泥马要念清楚，念起来有点像骂人在这一个非常特别的这个城镇里面呢，我们现在准备把这个古城堡逛完之后呢，再到库斯科去我们可以从大城市的军事防卫建筑呢，再往后走呢，再走到了印加帝国以前的中心库斯科武器广场，去看看当时重要的典礼地方，也可以看得到人民居住以前因徛家所在你建设的这个石头是安怎起起来啊。宫殿这个宫殿印加帝国中心咱当时印加帝国你举办重要典礼殖民时期呢，西班牙人并没有将它毁灭掉，而是在周遭呢建起了教堂咱今晚的当附近的教堂也在款围绕了这个它的中心广场另外一种统治了他用教堂呢把你包围起来，因为以前印加人哪信那个耶稣他们信的是太阳神摩尔港虽然今天广场的面积呢我到1景观来去但是呢今晚单告这个印加帝国中心广场武器广场还是可以看得到印加帝国跟西班牙殖民时候
产生不同的建筑风格，也可以看得到西班牙当时呢包围的这一个武器广场，这个武器广场啊，用的这个方式啊，另外的统战，这个很特别啊。印加帝国大概的公元1200年呢，只有短短300多年的历史，却能够在短短的时间之内把版图扩张，一度呢，它是成为南美最大的帝国。主要呢，它的功劳呢是帝国的第9任国王啊帕加库蒂的英明领导之下啊，帕加库蒂上任之前呢，印加帝国看那是在伊库斯克这中心的小国哈，秘鲁的首都不是在库斯克哦，秘鲁的首都在利马哦，咱今嘛来搞是印加帝国的首都哦。当时这个第9任的国王呢，上任的时阵呢，伊积极扩张版图，用无同款的方式呢，做出来哦，有无？这个城市呢，做成一个靶形哦，你要对这个城区上官兵呢，看这个城呢，当然想到一个靶形哦，所以头卡呢弄了在看到这个城市的标志一直爆哦。那当时呢，他国王上任之后呢，承诺教导耕种的方式，保证当地的人不会受到挨饿，跟其他小国家呢，降服他们，用和平的方式呢，让印加帝国呢，当时呢达到双赢的局面呢，可以把它版图呢扩张得很大，不断的征服一个又一个的小国。他不是用战争的，他用软手段哦。我告诉你，归顺我的好处，我教你种植，因为南美很多的地方呢不适合种植哦。印加帝国呢，就因此呢大兴土木。你看在边啊的石头啊，拢是以前西元1200年所起起来，就真叫喊的啊！你看看啊。这个石头的建筑呢，你看看印加文明有多么的厉害啊！那因为交通发达哦，当时呢，印加帝国的人呢，就已经呢把整个印加文明呢打到整个南美洲非常多的地方了。但正所谓成也风云，败也风云哦，铺天盖地的交通网络呢，方便了印加人传递讯息跟货物呢。但是呢，当时的西班牙入侵的时候呢，通过印加路网，便可以轻易的穿梭安第斯山脉之间。当时的印加人呢，打通了安第斯山脉之间的路哦，所以呢，可以征服各国哦，可以呢很简单的穿梭在这个群山峻岭之间但是呢，也变成了西班牙人攻下它之后呢，一条攻占之路。你看，在石头啊无缝接轨到这么可怕的地方呢，以前的印加人呢，你看看所以来到这除了要看马丘比丘之外呢，更较重要的是要看伊啥，看伊建筑。而且呢，一到这墙啊，现在这个导游在介绍的是，在这个墙上面呢，它拼凑出一只豹的形状但是呢，你要很仔细看，你才看得出来等于有一点像是隐藏版的现在世界各国的各个这个电视节目呢，包括所有的导游来这边呢，都会来告诉你你看在这么多石头里面，它如何没有经过机器雕刻，塞嘎规个勾峡呢，规个这个城墙呢，竟然用这样子的模式才切出一只豹的形状真是不得了，真是不得了真是厉害。印加帝国再怎么厉害呢，后来呢还是不能够成功的逃离呢灭国的命运呢，就被西班牙灭了。这些呢，当时被灭掉之后，他把这个路呢裁断印加古道呢用等掉料呢，却成功的保有了东西库斯马丘比丘呢，路拢用等掉料所以呢，成功的保有了印加古城让马丘比丘足足荒废了400多年。在400多年后呢，马丘比丘才被挖出来所以这是当时我有西班牙人没有去发现的一座古城马丘比丘，在2400多米高的天空之城。而现在我们来到3100多米高的3400多米高的库斯克古城区哇，这样子的介绍你们还喜欢吗？这样子的介绍你们还满意吗？这是我们这一趟最后一个旅游景点库斯克的古城区。在旅游到这一趟的最后一个古城区的时候呢，让我心中燃起了依依不舍的心。哇，就这么快，我们呢就已经呢不小心呢把这个落入凡间的影视美景，把这个被美国国家旅游杂志评定为世界最美的几个地方，人生必定要来的50个地方，我们走了几个？
光从巴西一路走来，太多震撼，太多美景了。在来之前呢，很多的人呢认为自己不一定能够呢征服这一个南美洲，飞这么远呢。有的人选择了坐了商务舱飞远嘛，让自己呢能够完成这一趟的梦想。很多人担心的高山反应、高原反应，甚至真侪人还没来之前呢，听讲南美洲哇落后有多么落后，有多么落后，多么不方便，多么怎么样。今天完成了这趟南美洲，你们看完南美洲之后，你们觉得真有那么落后吗？南美洲充满了稀奇古怪、文化、历史、先进、天然景色集合于一身呢，谁说它落后的不得了？当然，每个国家都有它落后的地方，甚至有它交通不方便的地方，对吧？那但是呢，我们如何去体会它？不是每个国家都这样，在我们台湾也有很多的穷乡僻壤之间呢，它是不方便的。所以呢，很多的地方呢，经过我们的介绍，经过我们的讲解呢，您是否对南美洲更清楚的一层认识？这一层用玻璃包起来是来告诉你，它这个石头的接缝有多么的麻。现在我们在哪里呢？现在我们进来的这个是库斯克的古城区里面的大教堂，还有它太阳祭的地方啊。拍摄不同的片子，把节目做好，是小王最主要的工作项目之一，也是我每天跟你们早上8点在见面的最主要的一个节目哦。那我们尤其是我个人非常认真的拍摄。无论如何，在收舞的团队来对，甚至在节目当中，我们不一定是最好，我们做的也不一定是最好，但我们努力去把它做到最好。那我们也努力打造一个大家理念相同，可以说是同乐会的一个旅游节目，甚至一个旅游的行程，跟着大家一起呢前往世界各地来拍片，拍片变成了台湾人游世界，在利益金钱之外，要带给全台湾观众朋友崭新一幕的不一样的感受，在今麦下回看看我们的节目，能够让你开心一整天，这就是我最欣慰的地方。谢谢你们的支持，嘛感谢这道所有来南美洲您的支持，真的没有你们，我们没有办法完成这一步让我们首创的南美洲之旅。我们后会有期喽。